洛杉矶道奇球星大谷翔平是继铃木一朗后，在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如同神迹般的日本棒球选手，更是大联盟极为少数的二刀流选手，也就是能投能打，而且无论身为投手还是打者都相当亮眼。2022年，大谷翔平在洛杉矶天使队投出15胜9败，防御率仅 2.33 的佳绩。2022年的打击率为2成73，长打率更是来到5成19。然而，如此怪物级的棒球明星，为何卷入一起签赌丑闻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大谷翔平专属翻译水原一平卷入的签赌丑闻。走出低潮，探索低潮，只许自嘲，不许吐槽。大家好，我是彭文正。大谷翔平，一位在日本职棒与美国职棒叱咤风云的怪物级二刀流选手，去年底才刚结束与洛杉矶天使队的合约，并宣布转战同城的洛杉矶道奇，签下10年总额高达7亿美元的合约，完全打破北美4大职业运动的最高薪合约纪录。然而，就在今年春训期间，却突然爆出大谷翔平涉及签赌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述这起案件的疑云始末。韩国首尔时间3月18日上午8点30分，根据一位大联盟消息人士指出，当时正值韩国准备道奇队和教士队开季赛系列赛的大联盟主席罗伯·曼福德得知有关大谷翔平的某种状况正在发生。一位消息来源后来表示， MLB 在周一一早就开始向加州联邦当局寻求答复，但未获回复。韩国首尔时间3月19日凌晨4点，一间24小时专门播放体育节目的美国有线电视联播网 ESPN 联系大谷的经纪人 Ness Boello， 并询问他们所获得的资讯，包括大谷翔平的名字似乎出现在去年9月核实月总计100万美元的2笔电汇中，汇款对象是南加州赌博集团的 Matthew Boyer， 但 ESPN 没有立即获得回复。凌晨6点30分，刚被大谷雇佣的危机公关发言人回应了 ESPN。在接下来的数小时里，他和一名 ESPN 记者不时交谈。这名发言人表示自己正在从大谷阵营获取最新资讯。上午9点30分，这名发言人首次透露，大谷翔平是代水原一平支付了债务。他表示，经纪人 Boello 去找水原一平，后者终于向他吐露了实情，而大谷则告诉 Boello 自己是分2次，每次50万美元的方式支付水原一平的债务。不清楚发言人是否暗示大谷翔平是透过水原一平与 Boello 沟通。韩国首尔时间3月20日上午10点05分，大谷翔平的发言人向 ESPN 确认，赌债至少达450万美元。这个金额 ESPN 之前已从其他消息来源获知。上午11点30分，在大谷翔平发言人的安排和陪同下，水原一平在韩国以电话接受了 ESPN 1个半小时的采访。水原一平告诉 ESPN， 他是在2021年于圣地亚哥一场扑克赛事上认识 Boyer 的。曾经效力于天使队与大谷是队友的亚特兰大勇士内野手 David Fletcher 之前告诉 ESPN， 他当时在场，但没有介绍着名赌徒和议员认识。Fletcher 和一位了解 Boyer 集团运作的消息人士告诉 ESPN， Boyer 是透过 Fletcher 的一位熟人进入球队酒店参加扑克赛的。Fletcher 告诉 ESPN， 他之前只在高尔夫球场见过 Boyer 一次，而且他从未在 Boyer 的集团下过注。在接受 ESPN 采访时，水原一平表示，在认识 Boyer 后不久便开始以赊账方式在他那里下注各种运动项目，但不包括棒球赛事。他说自己之前曾在 DraftKings 下注，当时不知道 Boyer 的营运属于非法。他说，当时他在天使队的年薪大约8万5千美元，到了2022年底，他已经输掉逾100万美元，开始向亲朋好友借钱度日。水原一平说，他无法向大谷透露这件事，他很难维持生计，他当时是勉强度日，因为他得跟上大谷的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他又不想告诉他这件事。他形容与大谷的关系就像亲生兄弟，两人自2013年相识以来，他和大谷相处的时间比和妻子还多。水原一平还告诉 ESPN， 他的债务在2023年初已膨胀至400万美元，这才向大谷求助。他说自己一方面担心失去大谷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怕有人上门讨债。水原一平表示，他后来向大谷翔平解释了处境，
显然大谷对此不太高兴，但说会帮助他。当被问及大谷是否知道债主是赌徒时，水原一平回答说他的朋友完全不知情。水原一平表示，在大谷同意帮他偿债后，两人就登入大谷的电脑银行账户，在数个月内汇出8到9笔各50万美元的款项，并在交易栏位上注明贷款。他估计最后一笔款项是在去年10月汇出。当被 ESPN 问及向大谷求助偿债是否会为双方带来风险时，水原一平说，当时我们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水原一平拒绝向 ESPN 透露准确输掉多少赌资，但证实至少有450万美元。他形容这件事非常难堪。水原一平甚至说，就连他太太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件事。在求助大谷帮忙还债后，他说自己有数周感到无所适从，内疚难当，但大谷似乎已将此事抛诸脑后。当被问及是否打算将钱还给大谷时，水原一平表示他有这个打算。他又补充说，大谷从未赌博过，他认为赌博是件坏事。他看到队友总是在赌博，就会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赌博可不好。有人会在外地客场邀他去赌场，他从不去。不，他对赌博绝无兴趣。韩国首尔时间3月20日下午7点05分，道奇队以5-2击败教士队，开启2024年赛季。在比赛最后几分钟，大谷翔平被看见在休息室和水原一平开怀大笑。晚上10点，一位 MLB 消息人士表示，官员已获知水原一平在前一晚对 ESPN 所说的内容，就是大谷翔平帮他偿还债务，但 MLB 至今仍未获得联邦当局的回复。深夜11点，根据一位接受 ESPN 采访的球队内部人士，比赛结束后，球队在更衣室召开会议，道奇老板 Mark Walter 告诉球员们，一则负面新闻即将曝光。据这名内部人士透露，水原一平向全队道歉，承认自己赌博成瘾。据在场的一些人表示，道奇队营运总裁 Andrew Friedman 站起来说，大谷确实帮水原一平支付了债务。回到酒店的路上，大谷翔平开始询问更衣室会议上说了些什么。大谷的发言人后来告诉 ESPN， 这时候大谷翔平的代表们才发现，大谷对水原一平那些说法全然不知。根据那名道奇内部人士和大谷发言人的说法，在应对这件事的过程中，大谷的代表们一直依赖水原一平与大谷沟通，但水原一平并未将实情告知大谷。大谷发言人透露，直到周三，大谷才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账户有钱被挪用。时间来到韩国首尔时间3月21日凌晨12点32分，大谷翔平的发言人建议 ESPN 不要发布这则新闻。他说，一平在撒谎，大谷一无所知。在接下来的一连串通话中，发言人再三强调，大谷与经纪人沟通都是透过水原一平。凌晨2点15分，基于指控的严重性，加上各方说法出现矛盾， ESPN 要求大谷翔平发言人正式对外证实有关挪用资金的指控，并给他下午1点45分的最后期限。发言人表示，水原一平现在神情萎靡，需要向家人解释目前的处境，而律师们也在准备一份声明。发言人允诺在下午2点前发布声明。凌晨3点，大谷翔平委任的律师事务所 Burke Brettler LLP 向 ESPN 发布声明，在回应媒体得罪信询问过程中，我们发现大谷遭受大额资金被盗的情况，我们正将此案移交有关当局处理。大谷的发言人拒绝进一步回答问题，而这份声明也没有指明他们认为是谁挪用了资金。凌晨3点30分，据一名球队内部人士透露，在获知指控后，道奇队立即解雇了水原一平。凌晨4点55分 ，ESPN 以电话联系上水原一平，他表示，之前在采访中所说的大部分都是谎言，正在收回前言。他告诉 ESPN， 大谷对他的赌博行为、债务和偿债过程一无所知。当被问及是否被控盗用或挪用资金时，他说有人告诫他不要置评，但没有说明是谁。水原一平说，显然这一切都是他的错，他已准备好承担所有后果。When did Otani becom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They told me I can't answer anything. Otani's representatives? Are they representing you? No, Are you taking any form of payment to tell me these things? no, Have you made any kind of agreement to say these things? no, You're doing this of your own volition and free will?
Yes. Did you bet on baseball? No. Did you lie to Shoei? Yes. ESPN 询问他是否曾在担任大谷翔平的翻译时，针对记者询问的这些议题有意误导大谷。水原一平回答说，他从未这样做过。ESPN 记者最后以简讯问他，你是否在未经大谷同意的情况下从他的账户挪用资金？但这条讯息没有得到回复。凌晨5点13分，大谷翔平的发言人告诉 ESPN， 近日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平者担任翻译的职务，水原一平一直掌控着大谷获知的资讯，因此直到更衣室会议有新的翻译出现后，大谷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虽然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但美国商业杂志富比士撰文却提出质疑，为何大谷翔平在赌博丑闻中难以保持清白？当故事发展到这里，从任何涉事方获得直接资讯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这需要通过律师和官方发言人。大谷的法律团队声称他是盗窃的受害者，在本周之前不知道钱不见了。这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不是，但这是唯一一种方案，他保持清白。MLB 已经启动了自己的调查，这是在3月22日晚上后宣布的。大谷是美国与日本的棒球明星，他是比赛的最大吸引力，是最高薪的球员，也是当今美联最有价值的球员。大联盟希望这个丑闻能尽可能的平静下来，但考虑到其重大性和潜在后果，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如果大谷确实知道并参与了向博尔汇款，就像水原一平最初所说的那样，他似乎违反了规则。如果最后被判定如此，大谷翔平将根据大联盟主席的裁量权受到惩罚，这可能被罚款或禁赛。另外就是在汇款的问题上了。在美国，金融机构通常对汇款金额有限制，他们可以为账户持有人提供额外的额度，可能需要进行大量的身份证明检查和文件工作。根据银行保密法的规定，他们还必须向财政犯罪执法网络 FinCEN 提交货币交易报告 CTR。根据 FinCEN 的 CTR 参考指南，为了遵守这项法律，金融机构必须获取进行交易的个人身份信息，例如社会安全号码以及驾驶证或其他政府发行的文件。如果大谷翔平直到几天前才真正意识到汇款总额450万美元，那水原一平很可能面临涉及诈欺和身份盗窃的额外指控，他可能需要窃取或伪造大谷的法律文件。这也不是不无可能，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水原一平甚至可能有权直接获取这些文件。但从别人的账户中透过汇款汇出如此大笔款项，直到几个月后才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舆论是希望大谷翔平能更频繁地检查自己的账户余额。最简单的解释是大谷自己汇款。一旦水原一平聘请了法律顾问并面临可能的额外法律指控，他可能会回到他最早的故事版本，也就是大谷代表他汇款。然后 MLB 和政府调查人员将负责厘清这其中相互矛盾的情况。剩下的问题将是是否可以证明，如果可以的话，大谷在法律上和 MLB 可能面临什么惩罚。而在这里，网友也做出许多推测。推测一，大谷翔平可能不知情。水原一平作为大谷翔平贴身翻译，他利用了大谷英文不好，向经纪公司 MLB、ESPN 说谎，对大谷隐瞒。同时，水原还拥有大谷的银行账户最高权限，可以随意挪动大谷的银行账户。推测二，大谷可能知情，以为只是帮水原还债，也就是水原第一时间的说法。ESPN 采访水原第一时间的说法是大谷主动愿意帮水原还债，但大谷不知道是还赌债。直到后来发现这样的说法会导致大谷有法律责任，水原与大谷法律团队决定改口。推测三，大谷很早知情，没参与涉赌，但有意放水原一条生路。事件爆发的时间点，水原人在韩国，这让水原有机会逃往其他国家。ESPN 表示他们在几个月之前就收到相关讯息，但直到 MLB 首尔开幕战前的星期天才获得足够的资讯，并向 MLB、道奇、大谷相关部门提出疑问。网友推测，大谷可能事前就知道水原挪用账户涉赌，直到可能纸包不住火，才在大谷与水原人在海外比赛时释放消息，也让水原有机会离开韩国逃往其他国家。推测四，大谷可能知情并参与涉赌。大谷以水原的名义参与运动赌博并提供资金，
因为动用这么多金钱，大谷不会不知道，在事件爆发后，由水原一监扛起，并协助逃往他国。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水原一平从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返美时就被警方拦下，但未遭到逮捕。期间，水原一平坦诚盗用大谷祥平账户，并希望经由认罪协商减轻刑责。报道中也透露，水原一平是透过更改设定，让大谷祥平无法接到账户汇出的讯息通知，以此多次盗取大谷汇款，挪用金额可能超过450万美金。TMZ 杂志也报道，联邦调查局 FBI 调查后，已确认大谷祥平没有参与赌博，同时也是此事件的受害者。对于这起案件，你有什么想法呢？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并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哦。